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。我们是一对在瑞典工作生活的80后夫妻，梦想着人力环游世界。其中第一步就是划船5000公里横渡大西洋。通过这个频道，我们想记录和分享历程的点点滴滴。第一期视频就先聊一下我们的船吧。早在2018年初，我们就开始寻找一艘二手船。由于远洋划艇这个运动非常小众，直到1年后，我们才等到一艘价格非常便宜并且设备齐全的船。它的价格比一般的还低了2-3倍，只需要6000英镑。但是它的出售条件并不友好，按船的原样出售 Sell as it is， 不附带船的拖车，不附带任何说明书或文件，卖家也不承担任何后续的问题。但因为这个无法拒绝的价格，仅凭着这张唯一的照片，我们甚至没有实地看船，心想赌一赌吧，就把它拍了下来。这条船长约7米，满载时重约800公斤，由木质胶合板建造，是由英国造船工程师菲尔在96年设计的。采用类似设计的船已经经过了几百次远洋实战考验，是远洋划艇中最常见、最经典的船型之一。但是最近10年，更轻的碳纤维和玻璃纤维开始取代传统的木质材料，但其造价非常昂贵。一艘同等大小的碳纤维船的价格和一辆保时捷凯宴差不多。我们第一买不起，第二还是买不起。这艘船不是工厂流水线的产物，是由荷兰人拉尔夫在2004年手工制造的。那时候船最初的涂装是黄色的。拉尔夫在远洋划艇圈内是个传奇人物，已经成功划船横渡过了10多次大洋。我们这艘船的处女航就是由他在06年横渡大西洋时完成的。3个月后，同样用着我们这艘船，他又从秘鲁首都利马出发，独自向西横跨太平洋，前往澳大利亚。这条航线勾起了我几年前在秘鲁旅行时读到纪实小说《康提基号》的回忆。小说描绘的是真实发生在1947年一场震惊世界的海洋冒险。同样是从秘鲁首都利马出发，一行6人的北欧探险队乘坐他们自己制造的简陋木筏，通过漂流横跨太平洋，最终成功到达法属波利尼西亚。在拉尔夫横渡太平洋的第163天，还剩1/3距离的时候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一场强烈的热带风暴将船推向萨摩亚群岛北部的阿塔夫环礁。尽管经过了18个小时不间断的奋斗，但他还是无法阻止船撞上了珊瑚礁。游上岛后，在当地渔民的帮助下，他用了2个月的时间才把我们这艘船修好，继续后面的航行。但遗憾的是，因为触礁耽误的时间过长，飓风季节已经开始，所以拉尔夫错过了能在澳大利亚登陆的机会。最终他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结束了长达15000公里史诗般的探险。从拉尔夫手中接管的下一位船主是萨姆，他是多届芬兰帆船冠军。为了参加17年的大西洋划船挑战赛，他对这艘船进行了改装，并且更换了所有的设备和涂装。
船的外观变成了现在的红白主色。尽管他有丰富的航海经验，但因为出发时极端恶劣的天气和严重的晕船反应，他不得不在比赛后的第10天宣布弃赛。比赛结束后，萨姆把船卖给了退役的英国陆军军官乔丹，但因为乔丹计划有变，选择了另一艘更小的船，因此他把这艘船捐赠给了一个英国慈善机构用来义卖。于是我们遇到了他。这艘船与其他远洋划艇相比，又笨又丑，但是他心怀理想，坚韧不拔，所以我们为他起名为丑小鸭，希望未来和他一起继续乘风破浪。英国的气候相对于北欧更温暖，因此我们计划19年让丑小鸭在英国过冬之后，20年春天再把它拉回瑞典。但万万没有想到，新冠疫情把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。漫长的等待中，英国也脱欧了，如何把它拉回来变成了一件不那么简单的事情。2021年的夏天，疫情逐渐平稳，欧洲和英国逐步恢复开放，我们也完成了疫苗接种。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我们决定把丑小鸭拉回来。